10号告别火灵后，踏上了前往仙谷的路。最州作为3000州中的一块中下等阶的州土，其广袤无垠的地域和庞大的生灵基数，只是整个上界的冰山一角。在这里，即便是经过层层选拔，仍有800万尊者报名参赛，这个数字足以让人震惊。10号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心中不禁感到了一丝沉重。他预感到这场天才大战将会异常惨烈。在与一位老者的交谈中，10号得知，尽管参赛者众多，但进入仙谷的人数是有限的，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但随即又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获得参赛资格，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门派的信物，才能确保自己能够参与这场盛事。10号随后拜访了10几个没落的道统，但都未能如愿以偿。直到他来到昆门这个古老又荒凉的门派，他才看到了一线希望。昆门的老头子虽然邋遢，但对于交换信物的事情却显得异常积极。在一番讨价还价后，10号以一件神灵法器和一篇宝术作为交换，终于获得了参赛的资格。这个过程中，昆门的少年对于老头子的行为感到羞愧和不忿，他无法理解为何要将门派的信物轻易交换出去。然而老头子却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，他认为这些都是过眼烟云，不如用来换取自己所爱的美酒。老头子对金鹏法表示满意，尽管不是他期望的鲲鹏法。10号对老头子的过分期望感到好笑，而昆门的少年对门派的没落感到愤懑，但对10号的神灵法器和宝术感到震惊。交易完成后，10号短暂停留观察了昆门的山川，认为有潜力成为宝地，但老头子对此不以为意，更看重实际的生活享受。10号意识到老头子有些古怪，但无暇深究，急忙前往大赛地点准备。大赛开始，最州上空响起号角声，800万人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道场，准备在灵界中进行1天的角逐，以选出1万名强者进入下一轮。灵界是由古神构建的宏大世界，与虚神界类似，但更为壮观。尽管比赛残酷，但灵界中的战斗不会导致真正的死亡。道场的复杂大阵保证了比赛的公正性，外界无法干预。随着道场上方的混沌气翻腾，巨大的门户出现，10号感到灵界的开启比虚神界更为真实，但他没有时间细想，必须立刻进入灵界。而此时800万参赛者的光影纷纷飞入巨门，进入灵界，场面壮观震撼。大战正式拉开序幕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州的选拔也在同步进行。在遥远的雪山之下，一位名为君道的人物从冰窟中复活，紫发妖异，气息强大，他的存在让神明都感到敬畏。他无需参赛，因为他的过去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，可以直接进入仙谷。同一时刻，在火山区域，一口特殊的火山中，一具赤红的古棺浮现，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从中走出，她的出现震动了9天。她也是尊者之一，她的复苏预示着最后的机缘和终结。在瀚海之中，水晶龙宫里，一位头戴龙角的女子睁开眼睛，她的目光如红光冲天，震撼了整个世界。她的复苏如同其他古地中复苏的绝艳生灵一样，标志着大战的开启。古代血葬的最强者们纷纷苏醒，准备迎接这场最终的较量。10号进入灵界，出现在一个阴森的沼泽地，这里大树稀疏，阳光难以穿透。他思索着灵界的真实性和古神构建这个世界的深意，但很快意识到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。随着其他尊者的到来，沼泽地迅速变成了战场，一场残酷的较量即将展开。战斗一触即发，尊者们为了生存和胜利，毫不犹豫地对周围的人发起攻击。10号轻松击退了一名偷袭者，显示出了他强大的实力。沼泽地虽然辽阔，但无法容纳所有参赛者，实际上有80个战场分布在灵界中。10号感知到所有战场的意志和杀气汇聚成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。一名紫衣男子使用蛟龙珠攻击10号，但被10号以雷电之力击退。紫衣男子试图以妖龙道门的身份和10号和解，但10号不为所动，继续攻击。周围的尊者因妖龙道门的名号而感到震惊，开始对10号保持距离。同时10号意识到妖龙道门对最州的关注和监控，不允许最血后人过于鼎盛。上界中存在着一些古老低调的道统，他们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，但在背后却有着自己的计划和行动。这些道统往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，他们的行动和意图常常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下。妖龙道门就是这样一个道统，他在外界看来似乎并不频繁地介入各种纷争和较量，但是据传闻，该道门对于最州以及最血一脉保持着密切的监视和控制，对最血潜在力量的忌惮。10号在灵界的沼泽地战场上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，他的雷翅如同死神的镰刀，每一次挥动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紫衣男子来自妖龙道门的强者，也未能在他手下存活，最终爆碎身亡。10号的强大让周围的尊者感到胆寒，他们纷纷退避，不敢与之争锋。在10号的威势之下，他所到之处，敌手纷纷陨落，无人能挡。他的名号迅速传遍整个区域，成为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经过2个时辰的激战，10号从10万尊者中脱颖而出，背后留下了一地的鲜血和无数的尸体。随着规则的宣告，所有尊者停止了战斗，金光大道出现，
引领着幸存者前往至尊古坛，那里将是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之地。与此同时，在最终的道场外，众多尊者的精神回归，他们的肉身觉醒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灵界的战斗已经结束。古老的竞技大阵运转，700多万尊者被淘汰，场面空旷而寂静。这些尊者虽然失望，但并未离去，他们选择留在原地，等待着最终的结果。在这场残酷的选拔中，10号的名字和他的强大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道场中，一位紫衣青年就是被10号击杀的妖龙道门高手，面对自己的师傅，一位天神级别的高层，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。这位高层对青年的失利感到意外，因为他认为青年有足够的实力进入500强。旁边的人小声猜测，10号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天神决定和其他道统的高层一同进入灵界，到至尊古坛外观战，以确定是否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。他们讨论着其他道统的损失，并担心可能会在至尊古坛遇到目标人物。由于灵界的规则，即便是强大的天神和真神，一旦进入也会被压制到尊者的境界，因此他们不敢轻易进入混乱的战场。至尊古坛外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尊者人数大幅减少。观战的人们站在古坛外观望，期待着最终第一的诞生。他们注意到祭坛顶端的至尊叶即将满溢，即将有尊者能够登临至高之处。然而，前往至尊古坛的道路被妖龙道门和火云洞的人阻挡，他们正在排查过往的尊者。妖龙道门的女子和男子对最血后代的尊者进行羞辱和排斥，不允许他们接近通往至尊古坛的道路。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众怒，但在他们的强势面前，许多人只能忍气吞声。10号在远处观察着这一切，这多半是冲着他来的，不过他也无所畏惧，早晚要暴露身份。最终的年轻修士们因受到不公的对待而愤怒，他们无法忍受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外来者如此轻视和羞辱。面对妖龙道门和火云洞的强硬态度，他们决定不再忍让，准备硬闯进入古坛。火云洞的赤衣男子展现出了他们道统的强大，使用了一件极精秘宝火云尺。这件宝物在尊者境界中几乎无敌，它的出现立刻让场面变得紧张，其威压让所有在场的尊者都感到战栗。火云尺的力量几乎达到了尊者境界的极限，它的威势足以震慑所有挑战者。就在火云尺即将击中最周的年轻人时，10号出手了。他周围金莲遍地，化成无尽的黄金霞光，迎向了火云尺。两者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，金莲拖住了宝尺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。10号展现出了能够匹敌极精秘宝的力量，这在尊者中是极为罕见的。赤衣男子不甘心，全力催动火云尺，试图以更强的力量压倒10号。火云尺的符号闪烁，伴随着电闪雷鸣，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威压。尽管神道力量被规则所压制，但那一缕气息的弥漫仍然足以震慑人心。10号的行动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震动。火云洞的赤衣青年强者意识到，能抵挡火云尺的不是拥有同等级别的秘宝，就是集齐了德的人物。10号的金莲法香是他渡劫时凝聚出的，每一株金莲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足以斩断宝具。10号心中明白，这些大教的行动背后是对最周的监控和看守，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和规则，试图找到最血浓郁的出世者。他冷笑于这些大教的狂妄，他们虽然强大，但10号并怎么会畏惧？10号决定亲自去探查每条通往至尊古坛的路，看看是否每一条路都受到同样的阻拦。他发现，不仅是火云洞和妖龙道门，还有其他几个大教，如罗浮真古，也在针对最周的参赛者。这些大教都声称自己是在带上苍执法、掌裁决，他们的行为让10号感到愤怒。最后，10号了解到，甚至6冠王宁妃也参与了这次行动。他虽然没有亲自出现，但却命令人镇守在最后一条路上，目的是为了找出最显浓郁的出世者。6冠王有令，为护世间安宁，须除掉最血崩云的魔念。这句话一出，让10号目光更冷了，杀意弥漫。10号面对着8方的围堵，心中已经做好了决断。他知道，这些大教的强者手持秘境，能够照耀出他额骨上的最血符文，这让他难以隐匿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退缩，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。在灵界中，10号无所畏惧，即便是天神在此也得低头。他唯一担心的是外界的肉身安全，但根据他所知，竞技大阵的守护下，外界的强者无法干预，这让他安心不少。一旦灵界的考验结束，1万名尊者将被传送至广袤无人区，那时他将更加无需担忧。10号心中有数，即便真的出现意外，他手中的打神石和破戒符足以让他安然脱身。下定决心后，他准备在灵界中大展身手。外界的观战者们注意到至尊叶再次满溢，这种稀世宝叶令所有人都感到羡慕。只是祭坛的神秘和难以攀登的现实，让许多天神都曾铩羽而归，无法取得。突然，一场大决战在一条通往至尊古坛的路上爆发，最血崩云的人出现了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罗浮真古的人与10号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结果却是罗浮真古的人败退，10号如同魔王般横扫战场，无人能挡。10号在战斗中不忘对那些被欺压的最周年轻修士激励的话，
让他们继续前进。随后，他回到了最初的地点，面对妖龙道门和火云洞的强者，准备彻底释放自己的力量。醉血惊空